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出人头地吗？你想逃离内卷环境，去往风光优美、遍地黄金的异域吗？无数人怀着同样的憧憬，踏上明昂北这片土地。有人壮志未酬神仙死，有人牢牢心系镜中花，有人历经艰险逃离魔窟，才将自己全盘精力拖出，让世人知晓骗局背后的完整故事。近日，一部网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上映，引发网友关注。领衔主演张艺兴、金晨、咏梅、王传君、王大陆、周也，单看阵容就不可小觑。当然，比演员更为出彩的是电影剧情本身。影片改编自上万个真实案例，揭秘了网络诈骗的全产业链内幕，包括如何瞄准目标人物，怎样下套收网，怎样话术洗脑，如果精神控制不成，采取何种残忍手段逼迫就范。张艺兴饰演程序员潘生，金晨饰演模特安娜。他们被高薪招聘的信息吸引，出国淘金，却意外落入诈骗工厂的陷阱。作为影片的男女主角，二人与恶势力展开一场殊死较量，最终成功脱困。截至目前，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10亿，预测内地总票房高达38亿。看来这回连陈思诚的消失的他也压不住了。其实我想很多观众都没有预料到能够有如此成绩，毕竟单看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也没什么大咖，但王传君扮演的诈骗犯还是带给观众太多冲击，真实的都让人想报警的程度。不过他的演技早在我不是药神中就有所体现，发挥出色也是在观众意料之中的事情。反而是另一位演员的表现让我感到惊喜，那就是流量明星张艺兴。说实话，一开始圈妹没有对张艺兴的表现抱有太大期待，一个歌手能演出什么花样来？但张艺兴的表演太自然了，万万没想到实力进步如此明显。印象最深的就是张艺兴写了求救的小纸片，带进厕所后差点被才发现马桶冲水冲不下去，无奈之下只能掏出来直接吃掉。不夸张地说，看这段的时候我忍不住干呕。影院里此起彼伏的抽泣声和呕吐声足以看出大家代入感太强，已经无法直视张艺兴了。但相比很多人都觉得拍摄这段时要么用了替身，要么就是借位，不可能真吃吧，还真低估了张艺兴，这就是真吃。本来导演是打算用假道具拍的，但可使用的道具碰到水就化了，最后也只能用真的小碗毒放在马桶里，马桶也是消毒过的，用酱油做旧，弄得跟真的一样。不过哪怕知道这是干净的东西，放在马桶里过一遍水后吃下去也让人浑身难受吧。而张艺兴为了拍摄效果，二话不说就是吃，一遍不到位那就吃第二遍，太狠了。不仅如此，电影里潘生没少挨打，张艺兴也是真人上阵。为了最真实的状态，他需要被撞击头部，被掐着脖子，即便不会受伤，拍摄过程也绝对不好受，光是这份敬业态度就值得观众的掌声。而在采访中，主持人问张艺兴对自己的表现有什么看法，他却回答道，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觉得满意的东西，我觉得都能更好，只是说在当下那个阶段我已经尽力了，当然我接受所有的批评，外界声音也是一种市场的反馈，你要听到外面对的声音。这一番言论真是又清醒又谦虚，也让人看到了张艺兴对于表演和观众的态度始终是尊重且真诚的，不知道给多少流量明星一记响亮的耳光。众所周知，公主抱是影视作品很常见的一个浪漫桥段，可有些小鲜肉看起来身强体壮，连一个小姑娘都抱不起来。梦回拍摄过程中，辛云来就因为抱不动李兰迪，把对方差点甩飞出去，场面一度尴尬不已。但好像也不能只怪辛云来，因为李兰迪看起来胖了一大圈，最后还是2个剧组的壮汉工作人员抬着走才完成了这段拍摄，实在太社死了。不过辛云来似乎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公主抱形式，假抱。即使这方法林更新早就用过了，拍摄《楚乔传》时，他将近190厘米的身高抱不动80多斤的赵丽颖，还是借位拍完了这段戏，丢人都丢到家了。而作为孤注一掷的主演，作品大爆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张艺兴的实力以及演员身份的成功转型。回顾张艺兴一路以来的发展，会发现他还挺四平八稳的，音乐和影视都有稳定的产出，自始至终的人设也都很稳固。他曾有一个颇有争议的微博名，努力努力再努力，
一开始被群嘲那么努力却没有什么作品，现如今的成果倒是可以将这个卷死人的口号验证几分了。吴某凡、鹿晗、黄子韬、张艺兴都曾是韩国男团 EXO 里的成员，在韩国发展几年后，先后因为各种原因回国发展。EXO 这个组合当年有多火呢？另辟蹊径的描述一下 ，EXO 是2012年出道的，粉丝叫行星饭 ；TFBOYS 是2013年出道的，粉丝叫四叶草。2014年，两家粉丝打起来了。史称四叶草和行星饭世纪大战，传为粉圈的一段笑柄。虽然闹得难看，却可以见得他们粉丝群体之大。前不久 ，TFBOYS 合体开演唱会，西安被挤爆了，女孩子们蜂拥而至纪念自己的青春，现场还有人晕倒。当年的 EXO 大概也是被这么多青春期的女孩子拥护着的，所以可想而知，上面4位成员归国之时，掀起的流量有多么大。先回来的是吴某凡，然后是黄子韬，最后是鹿晗，而张艺兴始终没有解约，而是在国内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直到2022年，张艺兴与 SM 公司的合同到期，他才真正的从 EXO 里解放出来。从这一层面上来说，他是在合约问题上解决的最体面的人。当时他发了一条微博，契约完成，10几年合约期满，这么长的一个合约，撑到合约结束，真的挺不容易的。4个人回国后，张艺兴始终都不是显眼的那个。有个数据统计，在归国前，张艺兴的人气是最低的那个，归国后他排到第3名。当时吴某凡资源真的是最好的，各种电影资源，高奢品牌代言，毕竟他的长相在没胖的时候还是非常贵气的。他当时已经搭上了金圈和港圈，和冯小刚、周星驰一起合作。而鹿晗呢，得益于那张清秀可人的脸以及讨喜的性格，拥有巨大的粉丝流量。虽然吴某凡资源好，但是鹿晗才是那个开始流量时代的人。在2大顶流的冲击下，张艺兴凭借《极限挑战》这个综艺成功出圈。曾有一个消息称，《极限挑战》的导演一开始想邀请的是吴某凡，但是开价太贵，才兜兜转转到了张艺兴这里。有一个国民度高、连载季多的综艺，对于新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鹿晗靠着《奔跑吧兄弟》和邓超、陈赫关系极其的好，不仅是同事，还是好朋友。而张艺兴也是靠着《极限挑战》和黄渤、黄磊、孙红雷形成了良好的师徒关系。到现在，前3季的极挑都是综艺的天花板。节目里他哥哥长哥哥短，为人真诚实在，还曾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晕倒在现场。尽管后来他们都不再录制节目，这几位大叔都没有忘记提携张艺兴。从这个情况就可以看出，张艺兴有点东西。就在张艺兴的娱乐圈之路稳步前进的时候，其他几位归国之子都出现了一些状况。2017年10月8日，鹿晗公开恋爱，属于他的流量时代慢慢落幕，近3年都没有影视作品上映。2021年，吴某凡案件曝光，2022年一审判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2023年2审采取不公开开庭审理方式。而4人中人气相对较低的黄子韬已经改变发展方向，变身为老板，努力发展旗下艺人。时过境迁，谁能想到曾经齐头并进，甚至略差一头的张艺兴成了那个发展最好的人了呢？张艺兴的本业其实还是歌手，他每年都出专辑，编曲都是自己做的。可惜的是，他虽然努力，结果却差强人意，他的歌曲受众很小。就像杨天真说的，在练习室编曲练舞，努力有努力，却没有生活。各观众没有共情，没有观众听他的编曲。音乐上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演戏上的努力倒是收获颇丰。在所有唱跳转型演戏的爱豆里，论及非科班演戏比较好的，张艺兴肯定算是一位。孤注一掷的首映礼上，马伊琍特地夸赞张艺兴，非常生动的一张脸，前途无量。生动确实是他很大的一个特点。出道这些年，他演过一些作品，除了早期的萌动偶像剧，之后的很多作品都大受好评。张艺兴能出演一出好戏，固然是得到黄渤的首肯，但是最初向黄渤推荐这个人选的其实是舒淇。舒淇看过张艺兴的老九门，直言他在镜头里有气质和魅力，有一张非常上镜的脸。继一出好戏合作后，2023年，舒淇和张艺兴合作的新电影《黎明十分见》也已经开机。
矮大紧也在节目里评价张艺兴在一出好戏里演得太好了，简直给他吓一跳。曾有人说，一个好的演员进入角色后，面相都会变，张艺兴在里面就是这样。就连对天对地的知名编剧汪海林，面对张艺兴都和蔼可亲了几分。他损过鹿晗、吴某凡、肖战等一众当红小鲜肉，甚至骂他们。但说起张艺兴，却把他当作典范，直言如果年轻演员都像他那样，那自己也不用吹毛求疵，说这说那了。当然，以上并不是说张艺兴的演技已经出神入化，而是说的一种工作态度和努力程度。首先是谦逊低调，当然这是出于在韩国训练的原因。韩团有着严格的前后辈关系，张艺兴出道的时候就是个弟弟，年纪小，到哪里都是鞠躬。其次，他很有自知之明。在人民网出品的访谈节目《光影》里，主持人问张艺兴为什么总演配角，张艺兴的回答也很实在，自己是唱跳歌手出身，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在这个领域他自认是专家，但是在影视方面自己还是个初学者，需要好的导演给到自己机会，并不求要当主演。再之，他拍戏是用脑子有设计的，不是谁都可以靠着天赋和本能来做反应和演戏的，更多还是需要进行做功课和编排。比如现在大火的孤注一掷中潘生一角，他就为人物补充了人物背景，并在心理层面做了一些设计，正如他曾经的那个微博名努力努力再努力一样。对于这个角色，他也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努力。作品告诉观众，努力他不是说说而已，他对音乐有坚持，只不过他的音乐并不是国内大众的口味。除了是音乐人，他还是一个演员。今年在孤注一掷中也交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努力不是什么一击必胜的法宝，但只要不放弃的努力，总会守到拨开云雾见月明的那一刻。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